中国科研人员发明的新方法能够更好的发现美国的核潜艇，还能给它限速。大家好，我是石涛。最近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科研人员的一项新的技术的创新，那就是利用潜艇在水中前进时发生的这种空泡现象产生的这些小气泡，来远距离的探测潜艇的存在。那么这项技术利用的是潜艇在前进中后方低压区的空泡现象所溃灭出来的这些小气泡，这些小气泡的一些电磁信号的特征来进行远距离的探测。根据中国科研人员的计算呢，探测的距离是可以达到上千公里的，并且潜艇在水中移动速度越快后方的这个空泡的体积越大，那么这一些气泡的这些信号特征也就会越明显。也就是说这一项技术实际上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前不久呢，美国海军的高官还声称美国海军拥有对中国无可撼动的核潜艇优势并且呢甚至叫嚣要用核潜艇来对中国进行干涉。那么这一项技术呢，如果投入使用之后就会大大的限制美国核潜艇的所谓的技术优势。我们知道核潜艇其实拥有两大这个技术优势，一方面是它的安静性特征，二方面呢是它的这个水下高速性特征。安静性特征呢是通过核潜艇内部减少一些机械的设备，减少噪音的生成来达到规避掉目前呢声学探测手段的目的。而这个高速性特征呢与核潜艇的核动力装置是密不可分的核潜艇能够维持在水下高功率的这个动力输出，使得潜艇在水下能够快速的航行。但是这两项优势在这一次我们科研人员总结出的这个方法面前都会被击溃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这一次的探测手段不是靠声学信号，而是靠电磁学信号来进行探测。那无论声学处理做了多么极致都无法避免潜艇在航行时所发生的这种空泡现象产生的这个气泡那么这自然而然的就无法消除掉气泡所产生的电磁信号。而二方面这个潜艇在水下航行的速度越快，形成的后方的低压区的这个空腔也就越大，那么这个气泡的产生也就会越多，信号就会越明显。根据科研人员的计算呢，如果潜艇在高速航行的情况下，这个长长的这个后部的信号特征可以甚至在几千公里的超远距离上被探测到。因此中国科研人员此次的这种气泡潜艇探测技术可以说既能够远距离发现潜艇，又能对潜艇的这个高速航行产生极大的威胁。这项技术呢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实翻看期刊就会发现，早在2020年前后呢，中国科研人员就在这个方向上对潜艇探测技术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并且呢形成了一系列的技术成果。未来呢，如果这项技术真正的投入到使用中，我们就可以做到人在家中坐眼观各路潜艇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呢，建立好我们的探测系统呢，就能够针对我们周边海域特别是美国核潜艇的动向进行更全面的掌握。这呢就会极大的限制了美国核潜艇的所谓技术优势，更是会碾碎他们所谓以这个攻击型核潜艇来干涉包括台海之战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内政的这一些痴心妄想。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